你買到了嗎？不到2萬元的蘋果筆電是蘋果筆電呢。MacBook Neo 來了，現在全台灣不是在買台積電，大概就是在買這台 MacBook Neo 了。19900元能買到 MacBook， 不到2萬元呢。用了這麼多年的 Apple， 也賣了這麼多年的 Apple， 我都不曾想過會有這麼一天 ，Apple 居然推出這麼低價的筆電。去年、今年所有手機品牌、電腦品牌通通漲價，今年 iPhone 不漲價就算了，還硬生生的推出了這台狠狠砍了雙 A 文書機一刀的筆電，只能說修好嘛。大家好，我 Q 哥啦，不業配不廣告是我們對專業開箱的態度。如果今天這集你喜歡，請轉發給你正準備想要買 MacBook Neo 的朋友，也不要忘記點個訂閱、點個讚哦。好哦，這台 MacBook Neo 網上該開箱的大家也都已經開完拍完了，該吹的也都吹完了。我們這集還是一樣用價錢這件事情去幫你分析這台2萬元不到的筆電到底值不值得買，還可以做哪些事情。這次 Neo 總共推出了2個容量版本，256G 和512G，分別是19900元和22900元。官網顯示的4種顏色：青橘黃色、靛青色、銀色和煙粉色。我們買到什麼顏色呢？開箱看一下吧。這次拿到2台，算 Q 哥大手筆嗎？不，一台才2萬元左右，俗啦。這台是黃色的，官網叫做青橘黃色，盒子秒金拍亮，打開盒子，整個蘋果的殼就出來了，顏色很漂亮，整體手感非常的圓潤好摸，拿起來也蠻輕的嗎？是比我的16寸要輕得多啦。裡面剩下一張紙、一條線，然後一顆充電頭就沒了，真的整個就沒了，真極簡。粉紅色的這台嘛是同款，好像叫做胭脂紅，就是 NG 杯黑的 NG 啊。這個粉紅色不像黃色那麼亮，意外的低調一點點，不過還是好看的粉色，不會灰灰髒髒的。2台擺在一起會有一種，不然買2台好了。2台真的都蠻好看的，而且沒有因為比較便宜就不能單手開上蓋，一次開2台也是輕輕鬆鬆。開機看到鍵盤、桌布都是同一種配色。驚悚！2萬元直接體現在這個包裝和產品外觀上。我記得上次開箱有這種心跳期待的感覺，就像在開 iPhone 4一樣。Apple 的包裝設計在那個時候就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盒子非常的扎實，整體簡約，產品從裡面拿出來像是會發光一樣。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還沒創業的窮小子，買一只手機要求貴的2萬5，現在打開 MacBook Neo 的感覺一樣，但這次是因為太便宜而感到不可思議。Apple 對於平價的產品通常會使用活潑一點的顏色，像是之前的511、S1到後期的平價 iPhone 11等，這台也不例外，甚至做得更猛。青橘黃色，包裝紙要黃色，鍵盤要黃色，桌布要黃色 ，USB 孔要黃色，喇叭也要黃色，就連電腦裡面的文字也是黃的。粉色這台也是一樣的狀況，粉到直接變成粉紅泡泡公主。我實在欽佩這種對於產品色彩一體化的極致追求。賈伯斯的爸爸說，櫃子的背面就算靠牆看不到，也應該用好木頭。真正的工匠不會因為別人看不到就偷工，這種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做好的態度，就是 Apple 產品的核心信念。你有沒有在美感上去遷就價格？一打開盒子就能感受到滿滿的誠意。但是如果這些什麼顏色統一通通不要，全白色或全銀色還可以少個500、1000元，你會買嗎？我說你會嗎？我不會，我比較喜歡有顏色。那買了這台 MacBook Neo 真的適合生活輕工作使用嗎？就讓我們跟着 Q 哥測試員阿喜來看看他是怎麼使用這台電腦的。一開始就先安裝 Adobe 嗎？在 Q 哥工作安裝個 Adobe 也是很正常吧？這可是正版的 Adobe 哦。等安裝等太久，決定先來安裝個 Apple Music 聽音樂。Apple Music 的音質是不錯啦，但使用者體驗就真的還好。發現畫面太多東西了，決定要調整解析度，騰出更多的空間。但這樣字不就更小了嗎？真不愧是年輕人，我都已經快看不到了啦。突然看到色彩描述，手鍵按一下 P3，不是說這台只有 sRGB 嗎？這裡簡單科普一下，所謂的色域就是指螢幕能顯示的色彩範圍。sRGB 是國際通用標準，絕大多數的網頁、社群平台都是以 sRGB 為基準設計的，相容性高，不會有過度飽和和失真問題。一般文書使用、網頁瀏覽都很適合。而 P3 廣色域的顏色範圍比 sRGB 多出了約25%，視覺效果更鮮豔生動。如果螢幕同時支援 HDR， 更能展現明暗細節。聽這個描述也知道是哪一個比較貴啊。MacBook Neo 不是只有sRGB 500尼特亮度而已嗎？結果一開啟 P3 廣色域，還真的可以在測試網站上看出差異。只是後來才發現，肉眼看整個螢幕顯色都變得灰灰的不自然。原來 MacBook Neo 能開啟 P3 廣色域，但不能像 Air Pro 那樣做到100%覆蓋。不過 sRGB 也很夠日常使用了。然後把外觀調整成深色界面，這樣眼睛看起來也比較舒服。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不會比較省電哦。Neo 甚至 Air 都只是 LCD 面板，LCD 的背光是很亮的，深色模式只是把光遮起來。Pro 的 Mini LED
才能在黑色區域關閉部分背光，達到微幅省電的效果。但深色模式要省電，單手推 iPhone 啊 ，OLED 直接把黑色像素關燈，目前的 MacBook 都做不到啊。再來調整一下控制項目，不得不說這個 Liquid Glass 真的漂亮，覺得看不清楚可以調低一點，這也不太會影響效能。這裡還有一個原彩的按鈕，但按按也不會有效果。這台 Neo 就沒有觸痛原彩嘛？原彩是一個能感應環境光色溫、自動調整螢幕白平衡的功能。簡單來說，就是讓螢幕主動配合你的環境光，讓你的眼睛舒服。然後如果覺得 MacBook Neo 只有8G 記憶體很焦慮，也可以裝這款 States， 能監控 CPU、GPU 記憶體占用狀況，看得會更焦慮一點。要直接開始玩遊戲了嗎？連 FPS 都打開了，原來是要測試明朝啊！果不其然，開場就直接卡成了狗。這個 Neo 的記憶體怎麼夠玩這款遊戲啊？明朝記憶體最低需求 16GB， 建議配備 32GB。開場動畫不是極致渲染，看起來是還好，但可以操作時幀率好低啊，只有20幾幀。想說調整一下解析度好了，結果變超小一個，搞毛啊！調整一下系統的解析度不要那麼高，總算有30幀啊，但還是覺得有點卡。快速關一關閒置的應用程式，但效果不大，看起來是玩不了啦。對 Neo 的負荷還是太大啦。終於要開始開 Photoshop 工作了嗎？怎麼一直轉彩球啊？阿奇說他嘗試把 Q 哥的 logo 大致合成到 2GB 大小圖層還蠻多的檔案裡面，雖然很多圖層是隱藏的，但還是可以順利完成啦。在我看來，還是不要指望給 Neo 製作太過複雜的工作比較好。A18 Pro 晶片，對，你沒有看錯，就是那顆塞在 iPhone 16 Pro 裡面的晶片。這讓我一度懷疑是不是去年 iPhone 16 Pro 跟台積電下太多單了，但也真的很難想象 A18 Pro 的晶片就可以拿來讓筆電的順暢使用。我的 iPhone 17 Pro Max 到底有多效能過剩啊？我們實測下來，其實一般文書工作下開2個瀏覽器，10幾個分頁，播個音樂，看個 YouTube， 刷 Reels， 剪小影片，基本的 Word、Excel， 記憶體雖然只有8G， 但統統沒有問題，還真的沒有卡過。至於現在常用的 AI 工具 GPT、Gemini、Cloud， 基本上都是雲端計算，也都能夠順暢的去使用。我們甚至懷疑是不是因為新電腦才不會卡，會不會用了3個月後就開始卡？但 macOS 對於記憶體管理一直做得很好，我們長期使用 macOS 也沒有因為時間變卡過。我的老 Mac 倒是有因為 macOS 的大版本更新而變得逐漸使不上力。所以如果 MacBook Neo 處理一般的文書以及輕量的使用，我相信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反而要思考的是，買了這台 MacBook Neo， 你想要用多久？目前 macOS 1年都會大改版一次，8G 的記憶體 SSD 最多512G， 能撐個3到5年嗎？還有，不管你買的是256G 還是512G， 我們友情提醒，最好不要把它給塞滿，建議保留一些空間。主要是因為8G 的記憶體 macOS 遇到記憶體壓力時，第一步會先壓縮閒置程式的記憶體，不夠用的時候會釋放可重新載入的快取，再不夠用的時候就會開始 swap， 把閒置程式的資料壓縮搬到 SSD 暫存，騰出記憶體空間給主要使用的程式。除了 swap 之外，系統更新和 SSD 本身的效能維持也需要足夠的剩餘空間。其實手機也是一樣，我們常常看到客人容量已經滿到不能再滿的時候才要來處理，感覺隨時都會直接死機動彈不得。這樣聽下來，怎麼覺得 MacBook Neo 蠻適合給小孩子用的啊？哈密瓜的感覺。這裡的小孩子指的是國小、國中階段，2萬元的價格給小孩子學習使用電腦操作，我覺得蠻不錯的啊，感覺比整天玩 iPad 好。雖然他們的使用需求也不外乎是看網頁、YouTube、刷刷 TikTok 廢片，有生產力一點就是做學校報告，甚至用剪映剪一些小短片。但是對他們來講，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打電動，會不會卡。我這裡剛好就有一個應屆國小畢業生，以我對他的了解，他們這個年紀最紅的遊戲就是 Roblox 裡面的競爭者。這是一款可以1對1到5對5的5戰3勝制槍戰遊戲，現在小學生幾乎都在玩這個，是沒有人在看小叮當了嗎？我們測試玩起來好像也沒卡過 ，FPS 都維持在50張左右，就算畫面比較紛亂時，也不會掉到30張以下。有點卡。看它玩起來是蠻爽的。測試另一款 Block Fruits 他都說 Block Fruit 啦，就是自制的海賊王，絕大部分的遊玩時間都不會卡，穩定維持在每秒快60張左右。但特效一多的時候，掉到10幾張就會有感覺了。應該是有點怪怪的。但這對正常遊玩來講也不是什麼大問題。Roblox 對遊戲的硬體需求其實不高，官網的建議處理時脈是 1.6 GHz， 而 Neo 的 A18 Pro 是 3.2 GHz， 記憶體建議是1GB 以上 ，Neo 可是有8GB 啊。但是因為 Roblox 裡面太多玩家自制的遊戲，能不能跑得順，還是要看自制遊戲本身。然後要測試小孩子的遊戲，怎麼能放過麥塊呢？是嗎？會那個嗎？
Mac 系統下麥塊只能跑 Java 版本，官方建議的記憶體是4GB， 所以 Neo 是夠用的，頂多是一進遊戲會卡一下，等待區塊載入完，是遊玩上並沒有不順的地方，只是要記得不要開太多其他的應用程式，但如果要套 MAS 或更好的光影，就會加重記憶體或 GPU 的負擔。一般文書上網都沒問題，那 MacBook Neo 可以剪影片嗎？既然是輕量使用，一定要剪 Reels 放 IG 和 TikTok 的吧？我們用 iPhone 拍了幾段影片，用剪映來剪看，哇，這 4K 60幀播起來蠻順的啊，疊2層也蠻可以的，疊3層，好像就有一點卡，不過還是可以接受的卡。沒想到 4K 60幀就能剪了，害我還拍了30幀和 1080P。再來影片加個配樂也是必須的吧？上個字幕，在全家轉場都沒有遇到困難。那再加個特效，剪到這裡，我想 MacBook Neo 要剪基本的 4K Reels 基本上都沒啥問題。但如果要剪到10幾20分鐘的長片，還要用到 PR 達芬奇，可能就不行了，硬碟空間也不夠。看這大約20秒的影片，用剪映繪出 4K 也不用1分鐘睡啦。那 Neo 的原生 SSD 已經夠小了，我們又不建議去裝滿它。那想要增加容量要怎麼做？就看這2個 C 孔。先講結論。這2個孔雖然長得一模一樣，但速度差很多。我們講簡單一點，首先這個長條的橢圓孔叫做 Type C， 以前常常看到長方形方塊狀，那個叫做 Type A。MacBook Neo 這次給的是2個 Type C， 但這絕對是這個世界上最無理取鬧的事情之一。Type C 從外觀上是看不出哪一種規格的。就 MacBook 來說 ，Type C 大概會有 USB 2、USB 3、3.1、3.2跟 Thunderbolt 多種規格。最快的当然就是 Thunderbolt， 最慢的就是 USB 2。那我们來檢視一下 Apple 其他產品是用哪一種？3萬減一點點的 iPhone 17是 USB 2，4萬減一點點的 iPhone 17 Pro 是 USB 3，3萬6減一點點13寸的 MacBook Air 是2個 Thunderbolt 4，7萬5減一點點的14寸 MacBook Pro 是 Thunderbolt 5。那2萬元不到的 MacBook Neo 呢？想不到吧？是一個 USB 3跟 USB 2。雖然 USB 3還有分 3.1、3.2，個別也都還有 Gen 1、Gen 2，但 Apple 很瀟灑，就直接給它一個 USB 3的名字。實際理想狀況的傳輸速度是每秒1000 MB， 理論上傳輸一個100G 的檔案大概需要1分半鐘，但這是理想的狀況下。如果扣掉 SSD 好壞和一些離離扣扣的原因，均速大約會在每秒400到600 MB， 也最多快5分鐘而已。但重點在另外一個 USB 2上，它的理論速度只有每秒60 MB， 會慢 USB 3非常的多，傳100G 的檔案可能要傳個半小時以上，這差別大到 macOS 還會提醒你插錯孔了。而且如果同時你又有外接螢幕的需求，螢幕接 Type C 也只能接在 USB 3這個孔，全部擠在這個孔的情況下，那你就得要到 Q 哥全台50間的門市去買一個 Hub。不過好家在 USB 2這個孔至少可以插滑鼠的 2.4G 接收器，只是如果你的接收器是 Type A， 那你還是得到 Q 哥全台50間的門市再去買一個 Hub。Q 哥我這邊。那如果買得到這台 MacBook Neo 要幹嘛？一點也都不粉。當然是去星巴克強壓一下。我們來到 Q 哥附近的最美星巴克，用最美筆電 MacBook Neo 簡直絕配。這裡星巴克環境好不好？是不是在這裡辦公感覺很不錯？小時候都在這裡讀書，小時候。像小美指甲做那麼長，觸控板、鍵盤操作起來一樣很利落。我是用指腹壓。剛也說過，這台 Neo 處理文書資料上網沒有問題，但人生不可能都在工作嘛，總是要玩遊戲啊。但 macOS 什麼都好，就是遊戲少了一點。而這台 Neo 才8GB 記憶體，又跑不了什麼大遊戲。我們今天找了一些 Neo 可以玩的遊戲，順便測試一下好不好跑。首先，這種入門筆電打發時間要玩什麼遊戲？不就是打牌或打麻將嗎？明星三缺一 Mac 也可以玩啊，跑起來也很順。就是用這個觸控盤玩起來要熟悉一下。像小美不自覺會用2隻手在操控觸控板。是因為他已經習慣用手機玩了。我放槍。另一款神來也是一樣，玩起來沒什麼大問題。小美還自制滑鼠來玩，用藍牙連就可以了。他虎了啊！你錄就虎啊！你沒錄我就。那這台 MacBook Neo 如果想玩遊戲，與其是 Steam 找適合硬體規格的遊戲，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Apple Arcade。上面就有一堆遊戲啦，像卡牌遊戲 Uno 可以玩，還有小手牌，這種玩起来對電腦一點壓力都沒有。動態一點的，像是這個火影忍者終極風暴 Plus， 我們打了好幾場也沒卡頓過，還可以接手把來玩。屁啦，給我騙！畫面也漂亮。有了，真的大招出來了！哇，大招出來哎！哇！然後我們又來到第2家最美星巴克，只是裡面都客滿了，怎麼回事？就算手上有 MacBook Neo 也找不到座位啊！去 7。只好到隔壁小七繼續測試。Apple Arcade 裡面也可以玩一些紓壓遊戲，像這個幫忙洗車，洗到眼睛都快脫窗了，還只有99%。為什麼洗這台車洗多久啊？一點都紓壓不起來啊！最後沒想到 Arcade 裡面居然也可以玩2K26，雖然角色的臉看起來有點僵，但這個機器看起來還可以啦，起碼能玩，還是順順的玩，精讚。有人1分耶！
再來，我對 Mac 的印象呢，就是熒幕非常的漂亮。MacBook Neo 即便它只有 sRGB， 不像 Air Pro 系列有支援到 P3 廣色域，但我的肉眼體感還是覺得它是很漂亮的。我怎麼發現的？因為手邊剛好有一台 Acer Aspire Lite 14寸的 16G i5， 當初定價也要24000元呢，擺在旁邊相比 ，MacBook Neo 的熒幕真的香。不過看了一下，撇除色域之外，這台 Aspire Lite 的解析度最高只有 1080p。MacBook Neo 可是 Liquid Retina 顯示器耶，這是幾 K 啊 ？MacBook 在預測中只會讓你設定至大點至小點的相對應解析度，但如果經過一些操作，是可以知道這台的最高解析度為2408×1506，這都快要2K 了吧？官網說有219 PPI， 達到視網膜螢幕標準。這台 Aspire Lite 約161 PPI， 難怪肉眼可見的差異。只能說不到2萬元的 MacBook Neo 實在不給其他筆電活路。但 Neo 的螢幕還是有一個小缺點，就是邊框稍微粗了一點。我拿放大鏡跟尺量了一下，大概在0.8公分左右，對比 MacBook Pro 大約0.4公分，邊框厚了將近1倍。但其實看久也就習慣了。那如果你要說它是缺點嗎？如果你比對了2018年之前出的 MacBook， 那螢幕邊框其實已經漂亮非常多了。還有一點，我自己對於這台 MacBook Neo 有點不太滿意的，就是這個觸控板，一按下去就是有差，各位，很明顯它就是機械式的，按下去會有聲音，就是一種廉價的感覺。可能我們已經習慣按 Pro 的觸控板，Pro 的觸控板是模擬震動，按下去的反饋感也很細緻，而且幾乎無聲，因為它是模擬的，並沒有真實的按下去。如果像我一樣到處跑的朋友，就算有時候拿滑鼠，也未必會拿出來用。此時此刻，這塊觸控板就顯得很重要。但回過頭來看，還是必須公道的說，2萬塊而已，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求太多了？那測試到這邊，其實坦白說，我個人並不會是這台 MacBook Neo 的愛好者。即便它的外觀非常的漂亮，價格也非常的漂亮，但它實在很難駕馭我們團隊龐大的工作量，大量的網頁、龐大的客戶資料、庫存資料、配貨計算、高階的修圖、剪輯等等，在我們公司的工作上，Neo是絕對跑不動的。今天如果要出國，我也毫不猶豫的帶上我的 MacBook Air 或 Pro， 即便它很重，我背也會背出門，以確保我的工作上不會有任何的差錯。但是，以上說的都是我的情況。如果今天你只是個學生，簡單輕量的課堂使用、文書處理、休閒打小遊戲，這13寸帶上鍵盤才2萬元不到耶。如果你同時又是 Apple 的使用者，那 AirDrop 的資料傳輸，同 iCloud 賬號在不同裝置下的複製、剪下、貼上，那絕對會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看看 iPad Air 13寸最低也要26900元，如果再比較一下，13寸的 MacBook Air 最低也要35900 ，Pro 系列更是54900起跳。但是你真的有這麼大的功能需求嗎？再望向那片 Windows 的文書機海，價錢最低雖然有到16000就能取得，但雙 A 普遍也都要落到快2萬元。MacBook Neo 的出現真的是消費者的福氣啊！事實也證明，目前市場上的銷量是非常好的，缺貨的狀況到目前也都還是沒有解決。好哦，希望這集的內容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那麼最後，感謝你的收看，感謝你的陪伴，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